其实我一直想见见你，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。恭喜你。我应该说谢谢，还是承让？你太客气了，你是实至名归。我对我自己的实力一直很有信心，只不过这次，如果不是你主动退出的话，我想大田县首席的位置不会是我。我主动退出？对啊，他们说本来录取是你，是你主动退出的。咱们一起去打打高尔夫怎么样？啊，哎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先这样啊，再见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崔院长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和北郊的吕团长是同学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您能不能帮我问一问吕团长，我这次为什么会落选？啊，可能是史蒂文比你更合适吧？不是因为我主动退出吗？真的是你，几何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瞒住你。没错，是我跟李团长打了电话，让他把你从录取名单上拿了下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你们的婚姻。崔院长，我一向尊敬你，没想到你也会用这么肮脏的手段。几何，你注意说话态度。我这个态度已经够好了。为了让我跟崔瑶去美国，您还真是费尽了心思啊！我这也是为你们好。为我好就不要干涉我的人生。你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吗？啊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个美国我不去了，这个婚我也离定了。几何，给我站住！几何，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坚决和崔瑶离婚，是不是为另外一个女人呢？哪个女人？在你考试那天，你是不是请了一个女人去看了戏？怎么，你还让往下说？你说那个夏白露？怎么可能？没有这种可能更好，这说明你还知道你自己有老婆。几何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句？你只要答应跟崔瑶一起去美国，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提，而且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让瑶瑶知道。崔院长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这次真的是我出轨，身为一个父亲，你是不是该维护自己的女儿啊？嗯，我这就是维护我的女儿啊，当然也是维护你们的婚姻啊。算了，你是在维护你这个崔院长的名声，你是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你们家来了个陈世美吧？我欠你们崔家的，我今天通通还给你。崔院长，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，从此以后我和崔家两不相欠。几何，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？说什么？应该没有别的女人了。北瑶，看着点，别踢着脸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回来弄残了，静姐用不了了。养不出这狼崽子，带回去吧。走，走，走。
起来啦！你起这么早呀？快来吃饭吧。哎呦，你看你那么累，又要上班，你还管我们干什么？我们都是闲人。嗨，不就煮个粥吗？姐夫，吃早饭。哎，坐吧，赶紧的。好好。哎，这你的算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店有一些库存想甩货，我就算算怎么定价合适。那你找他算呢，他是会计。啊？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昨天晚上算了一晚上，都给我算懵了。看你也不说嘛。哎，姐夫，你吃完再算吧。哦，好。吃吧吃吧，饭凉了啊，吃完再算，赶紧的，赶紧吃。对，所有都在这儿了。哦，这个是每个货品的单价。从表格上看，我们还有16%的赚头，这准吗？我把积压的库存都编了号，价格就在旁边。我还根据不同的款式搭配了3种不同的组合。啊，跟我合租的姐姐，她老公是个会计，她还帮我们算了一下，她认为第2种是最合理的，说咱们肯定能挣到钱。你看看吧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理性的估计，具体的还要看我们实际的销售情况再做调整。你真觉得这样卖能行？我觉得咱们可以试试，反正也没损失。可这分包的活儿可不轻啊。没事儿，我来分就行了。行，那就试试。真的？谢谢老板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小夏啊，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。怎么了？现在可少有你这样的人了。该你干的，你已经干得挺不错的了。这不该你想着的事儿，你也想着，你不就是闲不住吗？我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有工作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不胡思乱想。我去发货了。哎，小夏，啊，你知道红宗的物流公司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你真不知道？不会吧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红宗的物流公司司机都不干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去发货啊？哎，好嘞，我去了。说，你哪来的女人啊？你疯了你！洪总，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到啊？都说多少遍了，明天就发。哎呀，那不我们着急吗？着急也得按时间来呀，明天发3天之内肯定到啊。第一次合作呀，信不过我。着急也得按时间来呀，我告诉你，3天之内肯定到，是不是？明天发。许和，现在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下车。怎么了？做我女朋友吧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可是回来了！你上哪儿去了你？怎么回事？不去美国了，你也不能胡说呀！什么外边有女人？你外边哪来的女人啊你？
翠瑶妈妈没说错，我外面的确有女人。妈，我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夏白露。阿姨，小夏。 别叫我阿姨，曲和，你别开玩笑啊！妈，我没开玩笑，我喜欢夏白露。这边我跟翠瑶离了婚，那边我就跟夏白露登记去。妈，阿姨，妈怎么了？妈，怎么了？哎，阿姨，别吓我啊！这瓶说完就可以回家了。 我没家了，护士，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。妈，你当我们这是酒店呀？我们医院的床位可比酒店金贵多了。要闹别扭回家闹去，别占用公共医疗资源。谁给我拿药去啊？我去。哟，你说你弄的这叫啥事儿啊？这个，你简直就是……陈世美是吧？说你陈世美都高抬你了，人家陈世美是为了公主认了陈项链，你这倒好，你整个反过来了你。夏白露比那个翠瑶那边啊，都不知道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不就是老公跑了，孩子也丢了吗？还有什么事儿？啊，这还不叫事儿啊？呵呵，你到底是怎么了你？这个婚你绝对不能离，你赶紧跟他断了。你赶紧跟瑶瑶妈妈那儿道个歉，你还有的头可回。哎呀，我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活着，让人说我安和平的儿子包二奶养小三儿。哎呦，我呀！别说那么难听行吗？这还叫难听啊？这事儿要传出去，比这难听的多了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他夏白露怎么样，我不管啊，我不能让他把你就这么给毁了。我现在郑重告诉你，不是他毁了我，是我喜欢上了他。你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崔瑶离婚了吧？所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诋毁他，也别再试图让我们复合，不可能了。我再重申一次，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。哎呦，这孩子疯了，疯了！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曲哥，你觉得你这样做真的合适吗？阿姨好像挺难受的。那也总比他心里一直有着念想，总觉得我和翠瑶还有希望的要好。只是委屈了你，我妈这个人说话有时候不太中听。嗨，我没事儿，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过很多，这算什么呀？我就是觉得我这么做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在帮你。当然算。其实翠瑶她爸爸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但是当我看到翠瑶的表情，我就知道，这是唯一让她死心的机会。可是让我假扮你的女友，他们会相信吗？有什么不信的？你又不差。好了，你也别紧张。等我和翠瑶离了婚，她回了美国之后，我会跟我妈说清楚的。在这之前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那就好。那你赶紧上去吧，去看看你妈妈，我就先走了啊。
坐，来，让我看看。你说我跟他们说了1万次了，别打脸，别打脸。你说你长这么帅，这真要落了个疤了，不就废了吗？你看，胳膊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呢养了一个藏獒，特别听话。啊，跟邻居家狗呢打架，把腿给咬伤了，废了呀！我就立马给他送狗肉馆去。姐，我求你了，饶了我吧！我欠你的钱，我连本带利到时候一起还。姐，你看，我在这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就看在我尽心尽力照顾你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吧，姐，我求你了。吴兆，我要是不看你身体好，你现在还能活着跟我说话吗？来，这样，来，我给你煲的汤，喝点汤，补，流了不少血。喝。你知道狗是怎么训的吗？就一个字儿，打，打到听话为止。实在不听话，还是一个字儿，杀。不听话的畜生，留着它干嘛？你说呢？姐，我听话，我喝，我自己喝。真乖。群哥，如果你还想跟我说下白鹿的事，就不要再说了。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哎呀，钟哥，给我闭嘴！别跟我急，我知道咱们最近赔了，用不着你告诉我。不是钟哥，出大事了。有多大呀？麻烦发货。今儿没车，去别人家。没车？车不就在这儿吗？有车，要开你开。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哎，这怎么了？几个意思啊？呀，洪总，今儿都不想干啊？也不是不想干，没法干了。你说我们跑长途的，一走就10来天，老婆孩子都扔家，每天一开都10多个小时，别人也受不了。这活就这样，刚干的时候你们就知道。洪总，以前年轻靠把子力气赚钱，现在可不一样了。再说了，北京的物价涨得多快呀！有话直说。洪总，那我直说了，哥几个都知道，你新请的那几个司机，工资可是我们2倍还多。你这样整，兄弟们干不下去啊。他们都请来临时帮忙的，你们跟他们比什么呀？那是比不了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。如果有公司双倍价钱挖我也走啊。停！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各位也有取财神的地方。钟哥，闭嘴！谁想走，要结账，我还不信了。喂，辉哥啊，对，我红中，别，叫我小红就行啊。辉哥，有事请你帮一下。啊。喂，辉哥，听得清吗？喂。一秋还活。
雪禾，我们谈谈。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算过了，房子的首付是你们家出的，这几年的房贷就当我交租金了。我会尽快找房子搬出去。至于存款，这个好办。我们俩也没有真正在一起生活，一向都是财务独立的。最后就是车了。我想听的不是这些。我现在能跟你说的只有这些。这叫下白路是吗？结过婚，有个孩子，老公跟人家跑了，孩子也丢了。曲禾，我真不敢相信你会爱上这么一个人。我妈跟你说的吧？我就知道她会去找你。没错，我也不敢相信。但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，就像当初我也不敢相信你会爱上我是一样的。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有才华。我和夏白露才是一类人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这座城市要扎根下来需要多努力。我们能理解彼此，也能给彼此温暖，但这些事你给不了我。真想不到跟我说这些话的人是你。你什么时候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了？是变了，我们都变了，是时候该放手了。雪禾，只要你敢跟那个女人断得一干二净，跟我去美国，可以原谅你。叫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你原谅我？你当我是什么？我选择了夏白露，这婚必须离。洪忠，洪忠，洪忠，你给我出来！洪忠，明天，洪忠，明天，洪忠，明天，后天啊，洪忠。大姐，我觉得你应该试试这件才衬你的肤色。你看，显你脸白，我帮你试试。啊？哎，你自己看一下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啊！摊主把物流公司的门都快砸烂了，咱们的货也发不出去了。那洪忠呢？不知道去哪儿，都在找他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哎，你上次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。哎，你肯定知道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为什么就一定知道？洪忠，洪忠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快出来吧。洪忠，你别躲了。哎，干嘛？我饿了，陪我吃饭去吧。怎么不吃饭啊？吃不下。干嘛呀？因为司机那事儿啊？别给我提这茬。不至于。哦，为了这事儿，不吃饭不喝酒，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你还是洪忠吗？我就想不通，跟我干了7、8年的10几个兄弟，
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跳了槽，我都觉得没脸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们吧？跟了你这么久，好歹也是元老了，突然来了一些人，工资挣的比他们还多，他们心里能平衡吗？有什么不平衡的？我记得以前在老家干商场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领导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人做了店长，我当时都觉得不想干了。凭什么呀？我这么努力，凭什么提他呀？可是后来领导找我谈话，他说那个人学历高，有业绩，能力强，还会英语。我想了想，也是，确实这几项我都不如别人。所以就算了，不跟他们计较。其实我跟你说吧，那时候我没真想走，领导找我谈话之后把话说开了，而且还给我加了薪，还给我做了副店长。我突然一下内心觉得特别满足，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认可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做生不如做熟，换个地方也许我还没法适应呢，所以我就留在那儿没走。说的有道理。小白鹿，帮我大门，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，记我账上。我有事先走了，随便点啊。我正在城楼观战斗经，儿城外万分大灯笼，一照战红灯。这又不是年节的，吃什么饭呢？不知道，昨儿还赶上我们走呢。嗨，那就是散伙饭呗。哟，大家都来了，备不住啊，太堵啊，迟到了，赶紧上菜啊！兄弟们，好吃好喝啊！这饭店被我包圆了。侯总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呗，这样大家心里不踏实啊。有什么不踏实的？不就一顿饭吗？大家好歹一起共事过。哎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头来的最晚的也得有2年了吧？大家一起共事那么多年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们有财路，我绝不挡着。但吃完这顿饭，你们愿意留下的我欢迎，愿意走的我欢送。这头杯酒啊，我要敬这桌的兄弟们。他们都是我红中舔着脸去求人，从别人那儿抢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咱们物流公司的有些人，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跳了槽。我红中干的是正经买卖，你们想来了想走的，我拦不住，我也不会拦。但怎么着也得跟我打声招呼吧。如果没有这几位兄弟救场，咱们物流公司今天可能就垮了。公司垮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你们都怨我，为什么给他们的工资比给你们多？可我为什么给他们双倍的工资呢？那是因为我把他们以前的约都给解了，那不得赔人家钱吗？可说到头，多给你们的钱也没落你们自己兜里吧？啊？不住啊！我知道你们这次这样干，后面肯定有人。别不承认啊！咱们出来混，敢做就敢当。没事儿，人往高处走，别人给的我给不了，我认了。可要是这个人就为了出这招把我给毁了，可得想想，如果我垮了，你们今后就没退路了啊！那到时候人家还能对你们那么好？
你们以前谈的条件，人家还能算不算数？这件事儿，大家都给好好想想啊，别白白被人当了枪使，最后使着使着，就都成炮灰了。大家现在手里的，是我中哥物流目前薪资结构的调整思路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打破平均主义，按照各位入职的年头、每月出车时长、路线长短、难易程度，作为发放工资的标准。一句话，只要你能干、想干，在我红中这儿赚的绝对不比别人处少。这俗话说，做生不如做熟。别的我不敢说，我红中的为人，各位心里有数。我可一直把各位当成兄弟啊。那从今以后，你们还愿不愿意做我红中的兄弟，就靠各位自己的选择了。洪总，其实我不是真不想干，那天报感话说到那儿了。今天把话说这么明白，以后我还跟你们干。好，红总，我也不走了。肖总，我也留下。我也不走。好，大家好好吃，上菜，上酒。雪禾，你不上班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出去的呀？天刚亮就出去了，趁空气好出去跑跑步。跑步心情就好了。你又想说什么？崔瑶是不是去找你了？这件事儿啊，你就别再白费心思了。我偏要管。儿子啊，你跟崔瑶过不下去了，要离婚我不拦着，但离婚也不是现在，尤其还弄出个下白鹿来，你让崔瑶他爸爸怎么想啊？啊，他是你们学院的院长。我已经辞职了，所以他爸怎么想跟我也没有关系。你疯了吧？有很多事你都不明白。我是不明白，你说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你好不容易做到了教授的份上，为了一个下白鹿，你丢了老婆，你还丢了工作。哎，你做这些事儿，你想过你以后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啊？我不做教授也饿不死人。我说过，我要用我自己的实力，在这个城市这个圈子立足。我不想被人叫成是崔廷涛的女婿，崔瑶的老公。我有名字，我姓许，我叫曲和。你别说那没用的。哎呦，疯了吧你！完了，这孩子疯了。慢点啊，小心点。小心点。乐乐，天儿不错啊。哎呀，这预报可说今儿有雨。你哪只眼睛能看出来下雨呀？不怕，这季节下不了大雨，毛毛雨，成不了气候。行啊，洪忠，过来，3、5句话就把这帮人给忽悠住，有点你爸爸当年出来混的风范。他哪能跟我比？他们那代人老了，干不了大事儿。乐路说，我忘了你跟我爸是一路人啊。没事，那老话儿怎么说来着？这年轻人啊，有年轻人的好，这老的呢，有老的命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毕竟比你多活了那么多年，这招啊，肯定比你多。跟我斗。走，快点儿！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这么大礼呀！你受得起。
要不你苏一佩一宿给我码10几号人，这关我过不去。老陆这会儿算是白忙活了，看见了吧？脸儿都绿了。哟，心疼了。你混蛋，你说什么呢？开玩笑呢，生什么气呀你？风中，我还真小看你了。哎，你那10几号人怎么弄的？下来。其实一开始咱都错了，而几句话一下就给我指了一条明路。对待下面的人啊，咱不能硬碰硬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如果一开始我不请你到外表接人的话，后面没这事儿啊。现在多好啊，一顿酒，皆大欢喜。感情我忙活了半天，我还落一埋怨是吧？我没埋怨你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以后做事得改变方法。我改不了，我打小就这样，我也不愿意改。哎，苏一佩，我说的是，哎，别走啊！找你的脏人去。嘿，还真生气了。你动作快点啊！我那还有一车货呢，要是来不及，我就找别人发了。别呀！哎，来。哎呀，我马上回来。家这货可不是一般的好。嗨，甩货不挣钱。哎，夏姐啊，你家那个福袋还有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已经卖完了。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明天我给你留着。您这是不是嫌我量少，不想给呀？怎么会呢？量多量少都一样卖。你说好个时间，我给你留。那好，我要2包，你千万记得帮我留着啊。放心吧。啊，谢谢夏姐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等着你啊。哎。哎，甩货甩货，便宜卖了啊！大家都来看一看，甩货了，便宜卖了。小姐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你就是夏白露吗？是。我是崔瑶，曲和妻子。就在这儿说吧。你怎么样才肯离开曲和？你不会真以为我跟曲和分开了，你就真可以跟他在一起了吧？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，我很同情你，相信曲和也是一样。但夏白露，你要清楚一点，同情可并不等于是爱情。我跟你说这些完全是为了你好，你跟曲和在一起完全就是个错误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有些事儿我说不清楚，你还是回去问曲和吧。我怎么做不需要你来教吧？我现在就想知道你是什么态度。我的态度不重要，你回去以后，曲和会给你答案的。你就靠装这副可怜相，才勾引上曲和的吧？请你说话尊重一点。尊重？你凭什么要我尊重你啊？你勾引人家老公的时候，你想过尊重人家老婆了吗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。你就是我跟曲和之间最大的问题。曲和怎么想的我知道，他就是觉得在我面前他找不到尊严，觉得总是在我家人面前低人一等，所以他才想在你这种人面前找到他的平衡，找到他做男人的尊严。简直是可笑。我这种人，我是哪种人？是，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我比不上你。你学历高，家世好，又漂亮，还是女强人。但我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挣钱工作。我不认为我比你差，也许曲和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夏白露，你行啊！你自己老公跑了就抢别人的老公，要不要脸啊？崔瑶，你别着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绝对不能跟这种女人在一块待着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，离我们家曲和远远的，有多远走多远。说我们家曲和好好的一孩子，自打认识你，完全变得跟另外一个人一样。你说好好一家让你这么拆散了，你缺不缺德吧你？有话回家说。谁呀你？跑这儿闹什么呀？你谁呀？走吧。哎，合着那边勾引我儿子，这边还有一个呀？阿姨，你误会了。别倚老卖老啊！你谁呀？谁倚老卖老？问问去，我是谁？你我小白脸是你儿子是吗？对，脸是比你白，比你好看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跟我撒泼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别在我地盘上撒野。撒野怎么样？撒野怎么样？你给我动个手试试。别跟我撒泼！手试试。别吵了！哎，你去和我打你！我干什么？别打了！
你要打成我打，到底怎么回事，夏白露？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。你还来干什么？啊！我说了，咱俩不可能了。你再这样闹下去，只会更尴尬。